究竟是怎样一位反派？他不仅轻松碾压泽塔的最强形态，就连艾斯法王都赶来救场。这天，宇宙大怪兽贝蒙斯坦突然降临地球，原来他是想吞噬这里的瓦斯罐，来填饱自己的肚子。加古拉见状，派出姚辉和杨子驾驶金古桥和乌英达姆前去阻击，可两人的技能全被对方吸进体内。贝蒙斯坦使用光线击倒了金古桥，然后迅速飞向乌英达姆，企图将他吞进体内。这时，姚辉拿出变身器变身，但他发现手中的艾斯勋章开始不断闪烁。疑惑之时，天空中出现了一道次元裂缝。贝蒙斯坦不知什么原因，一脸惊恐，接着放开乌英达姆，吓得落荒而逃。军械库内杰花通过分析发现，次元裂缝正在逐渐扩大，很快吓走贝蒙斯坦的生物就会出现。加古拉命令全员进入防卫准备状态。姚辉独自来到现场，望着次元裂缝和不断闪烁的艾斯勋章感到费解。这时泽塔打开小黑屋，告诉了姚辉真相。原来天空中的次元裂缝是亚波人搞的鬼，他曾制造出超兽企图统治宇宙，后来在艾斯的细心照料下，众多超兽都被大卸八块。如今艾斯勋章不断闪烁，是感受到了超兽气息。另一边，杰花检测到异能量反应，发出了巨大波动，接着次元裂缝破碎，一道紫光降临地面，超兽巴拉巴出现在城市中央。杨子和姚辉分别驾驶金古桥和乌英达姆抵达战场，谁知巴拉巴老眼昏花，将乌英达姆看成了艾斯，他直接冲向前去，把乌英达姆摁在地上不断敲打。杨子见队友处于险境，于是操控金古桥释放炮弹轰向怪兽。巴拉巴见况起身开启次元裂缝，将其吞噬，并释放出一道光线进行回击。看见杨子昏迷不醒，姚辉拿出变身器变身泽塔最强形态，接着使用贝利亚黄昏将巴拉巴打倒在地。但巴拉巴也不是好惹的，他直接丢出头部飞剑，击飞了泽塔手上的贝利亚黄昏，然后使用锁链捆住对方手腕，将其狠狠撞向地面。眼看没有其他办法，泽塔释放出泽斯蒂姆光线，而巴拉巴当即打开次元裂缝，吸收了迎面来的光线，并回敬泽塔一道闪电，将他打成重伤。巴拉巴乘胜追击，鼻孔发射的导弹把泽塔打回原始形态。就在巴拉巴准备干掉泽塔时，出现一道紫色光刃将他救下。泽塔抬头望去，一颗红球从空中降临到地面，迷雾消散开来，来者正是光之巨人艾斯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巴拉巴直接甩出锁链被艾斯击飞，接着伊斯使用镭射波进行回应，不过被对方轻松挡下。这时艾斯告诉泽塔超兽的可怕之处，他说任何生物收到攻击都会感到疼痛和害怕，但是超兽不会有那种感觉。听到这话的巴拉巴火冒三丈，艾斯翻滚躲避攻击的同时，释放出垂直切割砍向巴拉巴，巴拉巴挥刃抵挡，立马开始反击。此刻艾斯进入了技能无 CD 状态，只见他一边防御一边释放技能，接着使出梅塔利姆光线，打得巴拉巴不知所措。泽塔看见这一幕惊叹不已，艾斯见时机成熟，于是唤出奥特之剑，喊上泽塔将超兽大切八块。巴拉巴被两奥砍得疼痛不已，他挥动武器打飞了泽塔，然后又将伊斯的奥特之刃击成两段。看见武器被毁，艾斯对准巴拉巴拳打脚踢，接着配合泽塔将他踹倒在地。这时巴拉巴甩动利剑朝两奥发起进攻，泽塔和艾斯飞向空中，不断释放技能进行轮番轰炸。战斗持续数分钟后，艾斯察觉泽塔的奥特之口可以汇集能量释放出惊人实力，随即艾斯冲上前去开启奥特屏障，帮助泽塔拖延时间。很快泽塔在艾斯的指导下成功打穿了奥特之口。艾斯见状使用定身环控制了巴拉巴，然后将自身的能量传送给泽塔。此刻领悟星必杀技能的泽塔释放出宇宙泽塔之光扔向巴拉巴，巴拉巴逐渐分裂成两半，在一声爆炸中被消灭。夕阳下，艾斯告诉了姚辉泽塔名字的含义，他希望泽塔可以给宇宙带来和平，成为最后的勇者。两奥传递完信念后，艾斯便飞往了光之国。